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于1999播出的经典爱情日剧《魔女的条件》。注意看，一个行走在路上的女孩被突然出现的摩托车给吓到，而骑摩托车的男孩也被摔飞了出去。随后，女孩连忙确认对方有没有受伤，男孩却不回答，径直走向摩托车。女孩见状也只好准备离开，但却在捡东西时发现盒子里的戒指不见了。见她崩溃地叫喊着，男孩连忙上前帮忙。这时，女孩才注意到她受伤的手臂，连忙起身想拉住她，准备带去医院。男孩却仍旧不言语，男孩还是专心帮她找着戒指，终于在不远处找到，他这才放心地笑了起来。此时，男孩的笑容让女孩挪不开眼。尴尬之际，男孩将找到的戒指还给了她，却不小心碰到对方的手，一股电流瞬间传遍全身。随后，男孩就一言不发地转离开了。女孩恋恋不舍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见了。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脚边掉落的手机，可能就是刚才那个男孩不小心掉落的。女孩是一名中学的老师，但却并没有多少学生尊重她。校长突然过来告诉她，一名转校生将来到她的班级。她朝着窗外仔细一看，发现这名转校生正是今天早上跟自己撞在一起的那个人。男人叫小光，是一名富二代。她也不敢相信未知竟然会是自己的老师。这天，未知偶然间看到小光跟不良青年混在一起，她担心小光会有危险，于是她来找到小光的母亲，而母亲却告诉她，无论小光在学校惹出多大的事，都无关紧要，只要他能坚持到毕业，就可以继承家里的医院。未知了解情况后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把小光的手机还给了他的母亲，便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未知在校门口又看到了跟小光要钱的那位青年，于是他上前义正言辞地将其赶走了。而这一切都被小光看在眼里，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呵护的感觉。然而刚进教室，未知就遭到了几个同学的恶狗。他本想躲进洗手间清静一下，可没想到被几个同学故意躲进了洗手间，还朝他泼了一身冷水。未知十分委屈，便一个人狼狈地跑出了屋外，蜷缩在角落里哭泣。这时，小光慢慢地来到他的身边，知道他心里难过，便提出带他一起逃课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海边，彼此吐露着心中的不快。就在这时，小光的母亲突然打来了电话，但他并没有接听。他厌恶了这种被监管的生活，被操控的人生，自己没有朋友，也没人懂得自己内心的孤独。未知很同情小光的遭遇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，捡回了那部电话。看着眼前的未知，小光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回到家后，未知想给小光打去电话，可一直犹豫不决。他很疑惑自己内心的这份感情。这天，男友告诉未知，他已经安排好了双方父母见面的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未知瞬间变了表情。虽然双方的父母都同意这门亲事，但他此刻的心里总感觉在牵挂着什么。见面这天，未知好好的打扮了一下自己。小光看到一身正装的未知很好奇，也看出了他好像在故意躲着自己。放学后看到未知焦急的样子，他决定悄悄地跟上去一看究竟。就在这时，昔日的好友再次找到了他，面对对方的拳打脚踢，他这次并没有退缩，也没有逃避，并很严肃地告诉他，以后再也不会忍受他的威胁。与此同时，未知也来到了酒店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他犹豫了，也知道了自己心里在牵挂什么。于是他给小光打去了电话，没想到小光的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。这句话顿时刺痛了未知的内心，也仿佛在提醒此刻的自己。未知这才意识到，原来小光的心里也一直喜欢着自己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订婚当天，女人却突然反悔了，因为她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个人。于是她撇下了双方的父母，独自来到了海边。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也许正是因为小光刚才的一句话。就在这时，小光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，未知的脸上也顿时露出了笑容。小光知道未知并不是为了爱而订婚，而是一直在逃避。接着他借故要看一下未知手上的戒指，然后一口将戒指吞了下去。看到未知焦急的样子，小光随手又把戒指变了回来。就在未知伸手去接的时候，小光突然转身跑开了。在追逐的过程中，两个人不小心抱在了一起。冷静过后，未知赶紧起身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应该陷入太深，而小光也明白未知的顾虑。其实未知又何尝不想抛开所有的身份，勇敢地跟小光表达出自己的爱意，可自己有太多的顾虑。回到家后，
由于未知今天的失约，父母的颜面尽失，因此被父亲狠狠地责骂了一顿。母亲似乎也看出了未知的心思，为了让父母安心，她赶紧编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。随后，她给阿达打去了电话，跟他真诚地做了道歉。面对阿达的通情达理和温柔体贴，他不由得心生愧疚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内心又十分的纠结。第二天，两个人一起逃课的消息很快在学校传开了。面对同学们的议论纷纷，为之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小邦突然站出来澄清了此事，也打消了同学们的猜疑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可没想到消息很快传到了校长这里。于是校长将他叫到了一边，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，同时也担心小光的母亲会追究此事，给学校带来损失。而他们的谈话刚好被阿纯听到。随后阿纯把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小光，他这才知道了为什么刚才未知故意躲着自己。得知真相后的小光开始自暴自弃，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坏学生，甚至把整个学校都搅得翻天覆地。反正学校也不会开除他。未知知道后急忙前来阻止，而小光则认为未知一直都在欺骗他，关心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他母亲的捐助，并不是真心的在乎自己。随后小光便逃出了校园，一路来到了游戏厅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中看到未知跟她的男友从自己的眼前经过，这更让他确定了未知对自己的虚情假意。此刻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男人正在玩游戏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等他追出去一看，发现正是自己一直暗恋的老师未知。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顿时让他心生不已，也让他明白了原来未知一直都在欺骗自己。于是他开始自暴自弃，上课捣乱，欺负老师，把整个校园都讲得鸡犬不宁。因为他知道即使自己犯了再大的错，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。接着他跟阿纯一起来到了图书馆，故意偷书让警察带走。与此同时，未知正在参观他跟阿达的订婚酒店。虽然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他心里一直在牵挂着小光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接到了警局的电话，于是他撇下了阿达，急忙赶来了警局。随后小光的母亲也闻讯赶来，他把未知叫到了一边，把一切责任都怪罪到了未知的头上。未知感到十分委屈，听到小光也是对自己冷言冷语，他更是心如刀绞。回到家后，未知沉思了很久，最终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放下这段感情，好好的跟阿达准备婚礼。于是他连夜来找到阿达，一起商量订婚的事，并告诉阿达他想辞掉老师的工作，好好的照顾他的生活。可第二天，他从阿纯口中得知，偷书的并不是小光，而是自己。因为小光知道，即使自己犯错，也不会受到学校的处罚，所以他拦下了所有罪责。而小光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就是为了引起未知的在意。虽然得知了真相，但未知已经答应了小光的母亲，不会再跟小光有任何瓜葛。本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放下小光，放下这段感情，直到这天，他突然接到了小光母亲的电话，得知小光不见了，他的心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就急忙出来寻找，最后在一间酒吧的门口发现了小光的摩托车。看到小光自暴自弃的样子，他非常失望，一杯酒泼在了他的脸上，接着将他带出了酒吧。而小光似乎还在生气，说未知是一个虚伪的人，一直在努力扮演一个好老师、一个好女儿、一个好女友，唯独不敢做真正的自己，也不敢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未知被这些话深深的刺痛，也知道只有小光才是最懂自己的人。随后小光故意带着他来到一家商店，明目张胆地开始偷东西。未知知道小光是故意在自己面前演戏，他是想让自己明白什么，于是他拿起东西就往自己兜里塞。小光拽起未知的手就往外跑。此刻两个人感觉不到任何压力和束缚，也只有此刻他们做回了真正的自己。他们一路逃进了一个小巷子里。这时小光发现未知在伤心流泪。在这段感情中，未知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小光也能理解未知此刻的心情，他走向前，轻轻地拭去未知眼角的泪水。他想用自己的爱来抚平未知备受煎熬的心。可就在这时，未知却突然躲开了，因为他有太多的顾虑和责任。小光也顿时明白了未知的决定。看到小光失望的离去，未知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接下来他该如何抉择？又该以什么身份面对小光呢？在全体师生大会上，羽人一句话惊呆了所有人。此话一出，顿时引起了一片哗然。老师见状，赶紧将未知拽出了
会场，小光急忙追了上去。随后主任告诉魏直，即使他不主动辞职，学校也会开除他。虽然如此，但并没有动摇两个人在一起的决心。父亲得知消息后，回家朝着魏之大发雷霆，而魏之也不想再继续隐瞒自己的感情。他告诉父亲，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也不会离开学校。父亲一气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。而小光这边，母亲也知道了今天学校发生的一切，她不准小光再去学校，并打算将他送往国外读书。即使小光再三祈求，也无法改变母亲的决定。虽然如此，但两个人丝毫没有顾及父母的反对，照常一起来到了学校。他们不再遮遮掩掩，也不怕同学们的指指点点。可到了办公室，其他老师告诉魏之，由于他跟小光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被其他学生的家长投诉，给学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老师们也受到了牵连。而小光同样也是遭到了其他同学的排挤，在暗地里故意捉弄他，甚至将他的衣服偷偷藏了起来。放学后，小光怕魏之问自己校服的事，他不想让魏之担心，所以他谎称交集见面忘记换了。可等两个人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校服已经被人撕碎，挂在了大门上。魏之顿时明白了小光所遭受的一切，所以为了小光，他想辞掉学校的工作，而小光却坚决反对，因为一旦辞职，他们以后就很难相见。随后他约好了魏之在老地方见面。魏之刚回到家，家里的电话就响起了，全都是其他同学的家长打来骂父母的电话。魏之这才意识到，父母也因自己受到了牵连。就在这时，医院突然打来了电话，父亲突然病倒了，他跟母亲急忙赶来了医院，还好并没有什么大碍。阿达得知后也第一时间赶来了医院。随后魏志把戒指还给了阿达，并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告诉了他，这让阿达感到十分心寒和委屈。接着他把戒指又还给了魏志，而小光此刻还一直在老地方等着魏之，可一直等到了天黑，也没见到魏之的身影。于是他给魏之打去了电话，而魏之此刻百感交集，大脑也一片空白。面对这么多的压力，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小光，面对这段感情，更不想因为自己令身边的人遭受这么多的伤害，所以他忍痛跟小光提出了分手。第二天，魏之来学校主动提出了辞职。离开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光，他也是来退学的。他已经答应了母亲去往国外读书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他值得留恋的了。听到小光即将离开自己，魏之的眼里顿时泛起了泪花，心里更是万般的不舍。看着小光离去的背影，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他追上前一把抓起小光的手。此刻两个人抛下了一切，一起去追求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真正幸福。男人当着女友的面掏出来一枚硬币，接着抛向了空中，如果落地后是反面，他们就往北逃跑；如果是正面，他们就往南逃跑。可结果硬币不偏不倚，正好立了起来。由于父母反对两个人在一起，他们决定抛下一切，一起去追求他们真正的幸福。可是情愿不止他们想的这么简单。小光的母亲把两个人一起私奔的事告诉了魏之的男友阿达。阿达不敢相信魏之竟然真的选择了小光。接着他来找到魏之的母亲，询问魏之的去向，可母亲并不知道此事。同时母亲觉得非常对不起阿达，辜负了他对魏之的一片情谊。随后母亲便给魏之打去了电话，她知道魏之是真心喜欢小光，所以她并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，只是担心魏之是一时冲动，做出了后悔一辈子的选择。而魏之也能体会到母亲的苦心，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听到魏之这样说，母亲也安心了许多。挂断电话后，魏之的心里非常难过，她心疼母亲为自己承受了太多的委屈。到了晚上，魏之一直忧心忡忡，也许是想到了母亲担心自己的样子，他联想到小光的母亲肯定也是十分担心小光，于是他趁着小光不在的时候，悄悄地给小光的母亲打去了电话。他是想跟小光的母亲报个平安，也希望他能尊重他们的选择。可没想到遭到了小光母亲的指责。同时他也提醒魏之，小光现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等他冷淡下来之后，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。这句话顿时让魏之的心里一颤，看着眼前的小光，他坚信小光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一时冲动。第二天，由于两个人无处可去，小光便带着魏之一起投奔到了在乡下开福利院的叔叔这里。叔叔一眼就看出了两个人的关系，但他并没有拆穿他们。而小光的母亲此刻心急如焚，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小光的叔叔，于是他赶紧给小光的叔叔打去了电话。叔叔一猜就知道肯定是为了小光的事，
但他并没有把小光的行踪说出来，简单聊了几句后便挂断了电话。而他们的谈话刚好被魏志听到。随后，叔叔把自己失去儿子的事告诉了魏志，而妻子也由于悲伤过度随之而去。其实他是想告诉魏志，不管他们身在何时何地，父母都永远在牵挂着他们。小光在一旁听到后也陷入了沉思，于是他回到房间后，便给母亲打去了电话，跟母亲报了平安，同时他也恳求母亲成全他们。就在这时，母亲突然从电话里听到了孩子的声音，她猜到小光肯定是躲在乡下的叔叔那里，但她并没有声张，而是悄悄地挂断了电话。第二天，童子发现阿达没有来上班，他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他赶紧给魏之打去了电话，让他赶紧逃走。原来小光的母亲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后，把地址告诉了阿达，让阿达去追回魏之。小光也自然就回到了他的身边。魏之得到消息后，赶紧收拾好东西，让叔叔将他们送往车站。在路上，叔叔嘱咐他们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肯定是痛苦和悲伤。话音刚落，他们就与阿达擦肩而过，而阿达似乎也认出了副驾驶的小光。叔叔把他们送到车站后，便匆匆地离开了。随后，两个人租了一辆汽车，准备继续他们的逃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魏之的面前。女人上车刚准备离开，一个身影却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仔细一看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男友阿达。魏之顿时吓得不知所措。这时，阿达慢慢地来到魏之面前，见魏之摇头不肯答应自己，阿达的眼神里顿时充满了怒气。他一把将魏之从车里拽了出来，并狠狠地扇了魏之一耳光。就在两个人撕扯的过程中，小光及时赶来推开了阿达，接着两个人便厮打在了一起。可身体瘦小的小光根本不是阿达的对手。魏之见状，拿起皮箱朝着阿达的头上狠狠地砸去。两个人趁此机会赶紧驾车离开了，留下了阿达在原地崩溃的怒吼。刚才的一幕，魏之一直感到心有余悸，他不敢相信阿达这么快就能找到他们。想着想着，车速越来越快，差点与对面驶来的车辆相撞，因此小光的肋骨受伤。魏之急忙将其送往了医院，还好并没有什么大碍，但是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与此同时，小光的母亲一直心神不宁，总感觉有事情发生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接到了阿达打来的电话，得知并没有追回魏之，小光也受伤住院了。紧接着，母亲就联系了当地的警方，让他们去医院查看情况。魏之一听警察正在找他们，他便急忙带着小光连夜逃出了医院。天亮后，魏之告诉小光，不想再这样继续逃亡了，决定再次生活下去，直到双方的父母认可他们为止。接着，他们就一起租了房子，一起来商场置办了一些生活用品，过上了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幸福生活。也只有在此刻，他们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由，感受到彼此真切的爱。可很快，他们身上的积蓄都花光了，无奈魏之只好找了一份苦力的工作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他并不后悔。小光看到日夜操劳的魏之，心里也十分心疼，他也想找份工作帮魏之分担一下。而魏之却坚决反对，他希望小光在家继续完成他的学业，实现他的梦想。晚上看着熟睡中的魏之，小光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。第二天，小光亲手做了好多好吃的，想给魏之一个惊喜。本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，殊不知小光的母亲此刻也已经找到了这里。女人下班刚准备回家，突然被一群警察围住，并以涉嫌诱拐罪欲将其带走。在挣扎的同时，魏之突然看到小光的母亲站在远处，他顿时明白了一切。而小光此刻还一直在家里等着魏之。就在这时，母亲突然闯了进来。小光一见到母亲，心里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光恰巧又遇到了魏之，两个人隔窗相望，眼神里都充满了无奈和不舍。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就这样被活生生的拆散了。最终，魏之以诱拐罪被判入狱，而小光此刻也正在接受调查。母亲串通好警察，想把一切责任都怪罪到魏之的头上。小光也看出了他们的用意，所以他当着母亲的面告诉警察。母亲见劝说不了小光，便来找到魏之的父母，跟他们提出，只要魏之跟小光断绝关系，他就可以不起诉。魏之父母一听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然而释放这天，魏之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，便气冲冲地来找父亲理论。而父亲为了防止他跟小光再联络，决定将他送往乡下，不准他再回来。阿纯知道魏之和小光是真心相爱，他不忍心看到他们两个饱受痛苦的煎熬，
他决定帮助他们再次逃跑。第二天，阿纯来医院看望小光，并把跟未知见面的计划偷偷地告诉了他。与此同时，阿达来找到未知，想如期举行他们的婚礼，而未知却再次拒绝了阿达。他把戒指还给了阿达。随后，心情失落的阿达来找到了一直喜欢他的童子，他把心中对未知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童子的身上。童子看到掉在地上的戒指，也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这也是他一直期盼的结果。到了见面这天，阿纯来医院看望小光，他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小光的模样，引开了保安。小光也趁机逃出了医院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逃避父亲的监管，未知故意让童子来约自己逛街。他们一路来到了见面的地点，可等了好久也没见到小光。就在这时，小光终于赶来了，两个人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相见。小光的母亲得知情况后，一直在逼问阿春他们的下落，而阿纯却始终闭口不答。就在这时，小光的母亲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得知了两个人的下落，而这个告密的人正是童子。他想让未知再次被抓起来，这样阿达就会对其彻底死心，永远待在自己身边。而未知和小光此刻还在相互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，他们发誓再也不会离开彼此，要永远在一起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未知突然发现小光的母亲正带着警察在下面等着他们。最终，未知再次被判入狱。这时，小光送给他的戒指突然掉在了地上，顿时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与此同时，小光的手指也被玻璃划破，他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阿达来找到小光，告诉他都是因为你害得未知入狱，害得他一辈子都要背负着罪犯的骂名。其实小光又何尝不想救出未知，但是去求母亲就意味着他跟未知将永远分开。他心里非常的痛苦和纠结，但是为了未知，他还是选择了来求母亲。在母亲面前，他故意装出了一副释然的表情，接着他当着母亲的面烧毁了他们的合照。看着照片一点一点的化为灰烬，他的心像刀扎一样疼痛。第二天，母亲信守诺言，撤销了对未知的指控。随后，他带着未知一起来到了机场，也是想让他们做一次彻底的了断。小光一脸冷漠地告诉未知，他将去往国外读书。这些话就像一把尖刀，深深地刺痛了未知的心。他不相信小光会抛弃自己。这时，小光慢慢地转过身，摘下了那枚象征他们爱情的戒指。看着小光离去的背影，未知心如死灰。在这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。也许是由于悲伤过度，未知晕倒。母亲急忙赶来了医院，还好只是身体虚弱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可医生接下来的一句话令母亲大惊失色。女人正走到回家的路上，突然觉得眼前头昏目眩，晕了过去。幸亏被好心人及时送往了医院。母亲也闻讯赶来，可医生接下来的一句话令母亲大惊失色。母亲以为是前男友阿达的孩子，而未知却摇了摇头。她知道孩子是小光的，可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就在刚刚，为了让小光跟未知断绝关系，母亲将小光送去了国外，而小光并不知道未知已经怀有身孕。与此同时，未知的父亲无意中看到了小光写给未知的一封信。原来小光在机场的时候就偷偷地写下了这封信，他是故意当着母亲的面说出了那些伤害未知的话。而他之所以把戒指留下来，就是希望未知能把戒指当成自己，永远陪在他的身边。同时他也希望未知能一直等着他，1年后他一定会回来娶她。父亲看完信后知道了两个人还在藕断丝连，所以他把信偷偷地藏了起来。而未知则以为小光真的抛弃了自己。童子得知未知住院后，也赶来了医院看望他，同时也让他意外得知了未知怀孕的消息。随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未知的前男友阿达。因为他知道阿达的心里一直都没有放下未知，所以他把未知跟小光已经分手的事一并告诉了他。阿达得知消息后立马来找到了未知，他以为未知怀了他的孩子，而未知却摇了摇头，很明确地告诉他，阿达心里虽然很难过，但他并没有嫌弃未知，他担心未知怀孕后会受到歧视，也心疼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艰难，所以他想跟未知一起承担。而未知却拒绝了。阿达回到家后，父亲并没有把小光来信的事告诉未知，同时他也坚决反对留下这个孩子，并告诉未知小光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，让他死了这颗心。而未知却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，即使一个人再苦，他也要将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，因为这是他跟小光爱情的结晶。父亲一听，顿时怒火中烧，他很严厉地警告未知，
如果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，就滚出这个家，从此断绝父女关系。母亲见状，急忙上前劝说父亲，却被父亲一巴掌扇倒在地。晚上，未知看着手中的戒指，心里思念起了小光。此刻，他多么希望小光能在自己身边，陪着自己，保护他们的孩子。为了不再牵连母亲，不再牵连身边的人，慧芝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家。离开后，他给母亲打去了电话，让母亲放心，他会一个人坚强地生活下去。不管小光是否回来，他都会将孩子生下来，抚养成人。没过多久，阿纯在回家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有人在偷偷地给家里送信。等人走后，阿纯打开信一看，是小光寄来的，于是他赶紧按照信上的电话给小光打了过去，告诉他魏志离家出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并把她怀孕的消息一并告诉了小光。男人在公园遇到了一个小女孩，无意中看到了小女孩脖子上的戒指，顿时让他想起了自己失踪的女友，因为这枚戒指正是他当年离开时送给女友的信物。在小女孩的带领下，小光找到了女友的住处，看到屋里凌乱不堪，他心里不由得开始担心未知，怀疑未知遭遇了不测。看着未知的照片，他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自己能早日跟未知团聚，也保佑未知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一定要平安。就在昨天，小光从阿纯口中得知，自从他假装跟未知提出分手后，未知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，而未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生下这个孩子，否则就要将未知赶出家门，永远断绝关系，并且父亲还私自扣下了小光的所有来信。而未知则以为小光真的抛弃了自己，但为了保住他们的孩子，他悄悄地离家出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小光得知真相后，立马飞回了国内，他跟阿纯一起开始四处寻找未知的下落，可翻遍了整个城市，也没找到未知的身影。而未知此刻为了生计，他只能躲在一家偏僻的小餐馆里打杂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即使再累，他也感到非常的幸福。每天夜里，他都会思念着小光进入梦乡。殊不知，小光此刻也正在思念着未知，正在满世界的找他。第二天，未知一个人来医院做检查，医生嘱咐他，由于他的身体太虚弱，让他不要太劳累，更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否则很有可能保不住这个孩子。然而刚回到家就遇到了他的店长来跟他表白，他早已想对未知图谋不轨，在遭到未知的拒绝后，他便以开除来要挟未知。未知拼命摆脱后，赶紧逃出了屋外，在逃跑的过程中不小心将小光送给他的戒指弄丢了。未知发现后急忙回去寻找，然而他刚离开，小光就找到了这里，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。看到房间里明显有打斗的痕迹，他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位置，可无论怎么努力，依旧了无音讯。晚上，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他们曾经一起约会过的游乐园，而未知此刻也来到了这里，正在小光的不远处，回想着两个人的美好。曾经两个人近在咫尺，却谁都没有发现彼此，直到游乐场关门，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来了两个人再次擦肩而过。就在这时，未知突然看到了一个疑似小光的身影，等仔细一看，果真是他日思夜盼的小光。而小光并没有听到未知的呼喊，坐车径直离开了未知，一路追在车的后面，拼命地呼喊着小光的名字。可无论他怎么呼喊，依旧得不到小光的回应。眼看着小光越走越远，他心里彻底绝望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小光的声音。未知慢慢地抬头看去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小光正朝着自己奔来。未知急忙起身迎了上去，两个人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相见。此刻两个人都在心里暗暗地发誓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们再也不会离开彼此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未知却突然晕倒了。母亲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，他将提前备好的毒药悄悄地放入酒中，接着他端起酒杯，故意诱导小光喝下这杯毒酒。然而就在小光即将喝下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打断了小光。而母亲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小光喜欢上一个女的，他不想让唯一的儿子离开自己，所以他想带着小光一起离开这个世界，这样他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。就在昨天，小光突然跟未知提出了结婚。虽然双方的父母都反对他们在一起，但是为了未知，为了他们的孩子，她下定决心要肩负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未知听到这些话非常感动，也让她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。随后她来找到小光的母亲，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她，祈求小光的母亲能够成全他们。而小光的母亲却坚决不承认这个孩子，更不会同意他们结婚。同时她也警告未知，
不允许他再继续打扰小光的生活。随后，母亲来找到了小光，希望他能继续回到国外读书，并断绝跟未知的一切关系。而小光则告诉母亲，就算放弃继承医院，他也不会跟未知分开的。母亲一听，知道自己现在无论怎么阻止，结果都已经无法改变。看到母亲黯然神伤的背影，小光总感觉母亲似乎有什么心事，于是他晚上来医院找母亲，却发现医院早已经被母亲的男友占为己有了，并把母亲赶出了医院。回到家后，小光跟未知说了此事，未知也非常担心小光的母亲，便督促小光赶紧回家去看望母亲。小光回到家后，看到母亲正在看他小时候的录像，回想着一家人曾经的美好时光，小光也知道母亲此刻的心里肯定非常难过，感情被骗，医院被占，就连唯一的儿子也要离自己而去。这时他发现母亲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打包装好，他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于是他给未知打去了电话，决定今晚要在这里陪伴母亲。而母亲听到小光要留下来陪自己，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。随后他亲手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还开了一瓶好酒。接下来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，他想带着小光一起离开这个世界，想把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。可等小光真的要喝下去的时候，他却突然起身，一把将酒杯打翻在地。小光顿时醒悟，赶紧把剩下的酒全部倒掉。看到母亲崩溃的情绪，他更不敢离开了。同时，他也下定决心要永远陪在母亲身边。与此同时，未知正在家里等着小光，可一直等到了深夜也没见到小光。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会有事情发生。第二天，小光一觉醒来，发现母亲不见了。他找遍了所有的房间，都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。于是他赶紧给未知打去了电话。未知挂断电话后，心里也十分的焦急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小光父亲生前留下的那幅画。他猜想小光的母亲肯定是去了海边，准备自杀。于是他急忙朝海边赶去。而小光的母亲此刻已经来到了海边。等未知赶到时，他已经走进了大海深处，眼看就要被海水淹没。未知没有多想，直接冲进了海里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将其救了回来。小光闻讯后，急忙赶来了医院，还好抢救及时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没过多久，小光的母亲就醒了过来。她一看到眼前的未知，情绪再度崩溃。她告诉未知，如果失去了小光，她将无法活下去。这对未知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也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纠结。这时小光走过来，告诉她，让她暂时不要出现在母亲面前，他怕母亲再次受到刺激。未知心里虽然很难受，但他能理解小光此刻的心情。接着小光来到母亲面前，他告诉母亲自己真的很喜欢未知，同时他也不想失去母亲。他现在非常的痛苦，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未知听到。回到家后，未知看着小光为他们未出世的孩子起的名字，看着两个人的合照和对孩子的誓言，他陷入了沉思。他不想让小光为难，更不想离开小光。可现在自己也是一名母亲，他也想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他很纠结，也很痛苦。第二天一早，看到窗外乌云散去，他似乎也想到了答案。就在这时，小光回到了家，他告诉未知，他不想让母亲再继续痛苦，同时他也不想离开未知。这时未知走向前，慢慢的伸出手，想带着小光抛开一切，一起离开这里。小光犹豫了片刻后，还是将手收了回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未知也明白了小光的决定，他默默地开始收拾衣服。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不想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，因为这样只会带来彼此的伤害。所以见未知真的要离开自己，小光一时不知所措，他拼命地想挽留未知，而未知似乎虚意已决。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为了不牵连所有人，他决定一个人坚强地生活下去，同时也为了不让小光为难，他含泪跟小光正式提出了分手。男人来参观画展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等他仔细一看，眼前的女人正是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女友未知。而未知此刻也看到了他一直放不下的小光。两个人四目相对，昔日分手时的画面顿时涌上了心头。两个人再次相见，彼此都倾诉着各自的辛酸。未知自从分手后便暂住在童子的家里，为了攒够积蓄顺利生下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四处求职，可都由于之前的名声惨遭拒绝。但他并没有放弃，最终校长被他的真诚感动，聘请了他。虽然已经分手，但他的心里一直都没有放下小光。
同时，小光也说起了他这段时间对未知的思念，他一直都在四处寻找未知，也曾到过他们曾经的学校，回想起了两个人的点点滴滴，回想起了未知第一次跟自己表白时的画面。熟悉的环境，身边却少了那个熟悉的他。他也曾想过离开这个世界，可心里有太多的放不下，放不下孤苦伶仃的母亲，放不下日夜思念的未知，还有他们未出世的孩子。可看到未知现在过得这么幸福，他以为未知早已经放下了自己，在乎的只是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他告诉未知。说完，他便狠心撇下了位置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看到小光离去的背影，魏志心如刀绞，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。就在这时，魏志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，疼得他当场瘫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后，已经躺在了医院。这时童子告诉他，由于他整日劳累，身体虚弱，可能保不住这个孩子，如果执意要生下来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这对魏之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他发誓即使丢掉自己的生命，他也要保住这个孩子，因为孩子是他对小光全部的爱。随后魏之强撑着身体，给小光写下了最后一封情书，他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小光了。而小光此刻已经下定决心要放下魏之，放下这段感情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魏之的母亲却突然来找到他，把魏之现在的状况告诉了他。同时母亲也告诉小光，其实魏之的心里一直都深爱着小光，而他之所以离开，就是为了不让小光为难，让他留在母亲身边，好好的照顾母亲，所以他才选择了一个人离开，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。小光的母亲听到他们的谈话后，也幡然醒悟，身为母亲，她能体会到魏之失去孩子的那种心情，也意识到了是自己自私的爱，让两个孩子遭受到了痛苦，所以她劝说小光，让他回到魏之的身边。小光一听母亲不再反对他们交往，他急忙冲出了屋外，马不停蹄地朝医院赶去。可等他赶到后，魏之已经重度昏迷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随后医生将小光叫到了一边，告诉他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。男人来医院看望自己的女友，却发现女友不见了，并且针头上还在滴血。他顿时感到惶恐不安，因为女友还怀有身孕，他吓得赶紧四处寻找。而魏之则趁乱逃出了医院，他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自己肚子里的孩子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光发现了他，魏之赶紧跪在地上祈求小光。就在刚刚，医生告诉小光，由于魏之身体的原因，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。小光顿时陷入了两难，但为了魏之的身体，他还是决定拿掉这个孩子。魏之一听，情绪瞬间失控了，他挣扎着想要逃出医院，幸好医生及时赶来，安抚好了他的情绪。然而魏之却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，偷偷地逃出了医院，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。还好被小光及时发现，拦下了他。魏之恳求小光不要拿掉他们的孩子，因为孩子是他的全部。小光也能体会到魏之此刻的心情，但为了魏之的身体，他别无选择。随后魏之要求小光带他一起来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的图书馆。他知道小光是在担心自己，所以他信誓旦旦地安慰小光，他会坚强地生下这个孩子，自己也会健康地活着，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小光，也舍不得他们的孩子，这也是他最后的心愿。小光也不想再违背未知的心愿，所以他答应未知。说着的同时，他已经泪流满面，因为他知道生下这个孩子将意味着什么。接着他把戒指戴在了未知的无名指上，他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未知求婚了。即使未知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也不会让未知感到孤单。这也是两个人最凄美且最浪漫的婚礼。小光将未知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嘴里不停地喊着未知的名字。听着小光一句一句的呼喊，未知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在小光温柔的呼喊声中，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小光赶紧将未知送往了医院。经过长时间的抢救，孩子终究还是没能保住。但更让人伤心的是，未知也因此永久失去了意识。母亲一听，瞬间瘫倒在地。小光也顿时感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。他来到未知的床前，说起了他们曾经的誓言。他慢慢地将手伸向了呼吸机，准备跟未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。他不忍心让未知一个人受苦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射进了一道亮光，照在了未知的脸上。这时阿纯走了进来，把未知留下的一封信交给了小光。小光打开信一看，原来未知早就知道自己生下这个孩子后将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他依然坚持要保住这个孩子，因为孩子是他对小光全部的爱。
所以他不想失去。同时，他也在信中鼓励小光要勇敢地活下去，因为看到小光幸福是他唯一的心愿。小光此刻已经泪流满面，心更是疼得无法呼吸。同时，他在心里也默默地答应了魏志，一定带着他的心愿好好的活着。转眼1年过去，小光也成熟了许多，每天都在积极地面对生活，因为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活。还有魏志的心愿，每天工作之余，他都会来医院看望魏志，陪他一起聊天，把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会跟魏志汇报一遍。同时，他也在心中不断地呼唤魏志，期盼他能早一天醒来，因为只有在魏志的身边，他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也许是听到了小光的呼喊，魏志渐渐地恢复了意识，他们历经沧桑的爱情也再次重生。